这次因为在户外嘛，之前大家提出这个提议的时候，我就很赞成，我觉得可以和大家一起在海边玩呐、然后可以放开了跳啊、蹦啊，然后呢，可以在海边呐、还有日落呀，所以我觉得是个非常美好的事情。然后呢，也给这次的主题取名了叫“野”嘛，所以也会弄得有点像一个带一点电音的 party 的感觉。打扫卫生的来了。密室伦敦，那个现在已经，作词作曲都弄完了，然后就等我回去录了。录完了以后就很快就会上线了。对，要剪头发了，太长了，而且就是长头发太长了，而且它染完以后发质很干燥嘛，就是会磨脖子，然后脖子就会很干。像欧洲这边也非常非常干，为什么要贴面膜？就是太干了，我感觉我脸上的细纹和那个法令纹呐、这个眼角纹呐、全都被吹出来了，太可怕了。现在贴了面膜，当然看起来很有光泽了。有皱纹要注意防护，当皱纹来的时候呢，你就挡不住了。所以呢，要趁它还没有形成很大的时候，你就要给它那个防护住。月底就剪头发了，月底就剪头发了。没有，真的不是幻觉，真的这边的风，这个人的雪，太可怕了。然后我整个这个下巴这里全是开始起皮，要不要试试秃头？很多年前就秃过啦。没有，不是卡的，我就看了一下，要跟大家说什么。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吗？去了好多国家，去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家都知道了。而且本来那个在荷兰的那个大家看的那种中式的造型是要在演唱会上穿的，但后来想的要去领奖嘛，然后所以就把这套衣服挪到了领奖的时候穿。新歌快发了，新歌快发了。然后后来考虑到这次不是野吗？为什么会叫这个野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给我的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说，其实人与自然，就是我觉得，包括为什么我很喜欢户外活动，我觉得当我和自然接触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吸收很大的能量的。之前和一位师傅聊天也是，他说我生活在山上啊，以前没有电话的时候，我每天上山下山通报就要跑好几趟。他说我这就锻炼身体了。现在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生活在城市里，然后要去健身房啊，其实健身房也是个密闭的空间，它怎么都不如到回归到自然，去一种户外运动，包括之前在澳大利亚，在欧洲。
然后呢，我就看到很多人，他们都很喜欢晒太阳，喜欢户外运动，骑自行车也好，然后潜水也好，登山也好，就是他们很回归自然，很回归一种原始的生活的状态。所以这也是我非常羡慕的，包括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虽然真的是户外的紫外线真的非常强烈啊，然后呢，所以这次的演出形式我想叫野，我觉得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很多的本能和天性，但是可能在这种城市的这种朝九晚五的这种工作当中呢，它是被压抑住的，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对吧？上班的时间或者什么的。而且为什么我很喜，还有一点为什么我很喜欢户外运动呢？是因为它可以早起啊。我们是就像我之前读的那个昼夜节律一样的。其实这篇文章对我的感触很大，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真的去，不管是你看像打高尔夫也好，像潜水也好，像滑雪也好，它其实给我的，我为什么喜欢他们？其实给我的一种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个，就是我可以为了这件事情，我会去早起，而且我愿意早起，然后一整个白天我都在很专注的在做这件事情，在运动，可能也是一些思考，或者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好，打完了，天也黑了，然后你也累了，回顾一下今天一天，然后洗洗弄弄，学习学习英语，一天也就过去了。对，所以这也是我非常喜欢户外运动的原因。然后野嘛，绿野仙踪啊，然后野就是在户外，在平原，在草原，都是一种朝气蓬勃、春意盎然，或者是也可能是那种落叶纷飞，或者是这种冰天雪地，这都是属于野外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把自己关在了室内，其实我们可能要么通过窗户，或者就是无法去欣赏到一些这样的自然的一个景观。对，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走出去，因为就像我觉得这次包括这次去旅行，包括我觉得也是走出去了，你才会有更多的感想。走出去了，我跟妈妈也说，因为在跟妈妈聊天的当中，也跟妈妈说，我说，哎，其实因为真的是南方人嘛，然后很少见到雪，然后真的我说，好像有的时候就是书本里的那些形容词，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少用到，大雪纷飞呀，什么银装素裹呀，对，像那种冰天雪地呀，就是这种成语，可能在我的生活当中几乎没有用到过。但是你到了欧洲，然后它下雪，然后你看到整个的那个景色，你会觉得哦，原来还有这样的美景，原来这些所有的形容词，所有的这些你从课本上读到的东西，都得到了具象化的体现。其实就是，但是就是南方也会下雪，是会下雪，就我家老家那边也会下雪，但是它不会积啊，然后呢，它也不会那么的埋的那么深呐、然后我记得还看到一些小小的房子，哇，就是有些动画片，最近我看了一个那个《荒野机器人》，可以推荐大家去看。很好看的一个片子，然后讲它里面就有一段故事，讲这些动物怎么过冬啊，怎么的啊，不出太阳啊，或者到了那儿我好像就有点感受到了，就是长期的雪不化，然后长期的阴天那种积雪，然后我还看到一些房子小屋子是那种被埋在雪里面了，他们可能窗户都埋在雪里面了。对，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会理解。然后不是昨天发了在那个新天鹅堡嘛，哇，很震撼的，确实很震撼。然后里面不让拍照，所以里面有很多哥特式的元素，就是
学习挺多。其实这些东西真的都是艺术品来的。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很多在服装上啊，或者在什么上都可以很好的运用。C， 请问一下，野有多野？野有多野？当然，大家去看了才知道有多野啦，对不对？就可以大家嗨起来了。新歌快发了，音乐节当然有新舞台了，所有的编曲、所有的模式都会变，对。长发写真哦，对，长发写真也拍完了，然后好像对，然后那个来参加这个也见面会的也有机会拿到那个长发的那个小卡，对。How many countries did you visit during your trip to Europe with your mom？去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然后去了德国的科隆、海德堡、维尔茨堡，什么还有叫布里茨堡，还叫什么茨堡？有个茨堡忘了。然后去了慕尼黑，去了布拉格，去了布达佩斯，去了维也纳，对，然后苏黎世，对，然后去有什么叫什么查尔马特，然后少女峰，然后那个还有什么叫什么铁力士峰好像是吧？萨尔茨堡，对，萨尔茨堡。咖啡厅有什么神奇地方？那个咖啡厅是那个导游跟我们说的，就是那是世界第一家咖啡厅，就是说他当时是好像是有个商贩吧，就买了这种豆子，然后献给那个当时的皇室，然后怎么人家喝了就觉得很好，然后就去找这种豆子，然后后来怎么就开了第一家咖啡店。然后因为很多人排队，所以也没有进去，加上我也不喝咖啡，妈妈也不喝咖啡，就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泰国可不可以增加座位和福利啊？沙滩有点吃不消。哎，这个今天也要告诉大家，我们准备增加福利、增加座位和一些拍手环节，就是为了照顾大家。哎，追星没点体力怎么行？没点体力怎么行？对吧？但是考虑到你们体力确实不行，就给你们增加一点座位啊。沙滩有啥新造型哦？有一套造型是我在旅行当中买了一件浴袍，哎，我说这件浴袍好好看啊，然后就买了。买了以后呢，就和设计师商量，我说可以根据这套浴袍，我们来个什么造型啊？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很符合泰国风味、泰国风情的一套造型。一项泰国很流行的运动的造型，是吧？体力不行，你们就说呀，体力不行。我以为你们想跟我一起蹦呢，哪知道你们体力不行。泰国风情，光头嘛，
泰国有很多光头吗？泰国流行不穿，泰国确实不穿，在泰国谁家好人在泰国还穿衣服啊？这为什么督促大家锻炼？我也是每天都跟我妈说，你一定要好好锻炼，你不锻炼，你都没有体力，没有精力，对吧？你连个旅行都很累的，其实。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哦，我看一下这个观点会更好一点，观点更好一点。然后，蝴蝶，我刚看到蝴蝶那个咖啡，其实不是蝴蝶咖啡厅，没有什么蝴蝶咖啡厅，它有个那个蝴蝶什么展览馆，那个温室，它那个在那个他们那个地方有看到一个，然后我们就买票进去了，就去参观了一下，很小的一个，然后有一些蝴蝶养殖在那边。对啊，那蝴蝶真的很漂亮，它合起来是一个伪装，就是在那个树上就像一个眼睛一样的，就是树的颜色，它张开来就是蓝色的。Do you have any Korean food in mind？ 韩国有个很好吃的，我推荐大家哈，就是我每次去我都会吃的一个，韩国的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它有个那个铁板，可以那个炒面和炒饭，也可以炒年糕，就很好吃。推荐大家去吃一下，韩国那个确实不错。2025年有啥新计划？2025年就是去拍戏，向天空发射超级信号，大家一起发射信号。2025年去拍戏，拍电影，我们要去拍电影。明年有几场演唱会，现在还不知道啊。明年如果在拍戏的话，就会非常的忙，然后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演出了，可能就要进组了。对。剧本创作的也差不多，然后也有一些别的项目在洽谈当中。对，尽全力。泰国之后在哪里？哦，看吧，我觉得要看一下那个剧组的安排。对，有首新歌叫《野》吗？没有新歌叫《野》，已经有歌叫《野》了。Did you skinny in Zara Mart? Yes， 很漂亮的地方。其实整个瑞士我都觉得很漂亮，像那种童话小镇一样。
明年就一些演出，然后拍戏吧。我觉得明年重中之重就是拍戏。对，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这样当然肯定会抽出时间跟大家来见面的。对，就可能会在剧组里待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拍戏就是一待就是一段时间。对，欧洲太干了，真的就是下次我建议，如果大家有空去欧洲旅行的什么时候，特别冬天的时候要涂油，就面霜什么的都没有用，就必须得涂油。晚上的时候，你不涂油就会起裂纹。2025年一定是个好年，必须是个好年。我和我的朋友们，包括和所有的屏幕前的你们，都会越来越好的。爱情片是一个 option， 还有 another。啥油？涂在脸上的油不是橄榄油，还啥油？就是那种护肤的油。懂吧？我看看啊，还有什么问题？野派对可以自己带酒不？这个不知道哎。You visited many cities this time in Europe. Is there any city or anything impressed you most? 有一个，咱不能跟大家讲太多，跟大家讲太多了吧？演唱会没得，那个见面会没得说了，对不对？还留了一些话得见面会的时候跟大家说呢，分享的，对不对？其实还有一个其实就走出去了，你才发现啊，有好多新鲜的知识，就好比说那个，布达佩斯原本是2个城市，后来它变成了1个城市，知道为什么吗？好，见面会再说吧。好，那见面会再跟大家说为什么。派对能不能带酒？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这个我回头要去问一下。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啊！今天就到这了，期待我们的下次直播。拜拜，拜拜。